妈，我想上学。妈知道你想念书，可家里卖了2头猪，一共就凑了32块，学费还是不够。别哭了，你爸去你大伯和二姑家问了，看能不能借点儿。他爸借到了吗？大伯家给了3块，二婶家给了6块，都说家里也揭不开锅，多的真拿不出来了。我先去学校求求老师，看能不能先报上名，剩下的秋收卖了玉米就补。卫国，是爹没本事。爹，你别这么说，我去了肯定好好念，毕业当老师，以后每个月给家里寄钱。2个玉米面窝头，里面加了腌萝卜条，路上饿了吃。40里山路不好走，慢着点儿。同学，你知道在哪里报名吗？我也要去，一起走吧。谢谢。名字？李卫国。学费加书本费一共48，只有21块，能不能先欠着？秋收卖了玉米就还。学校有规定，没凑齐不能报名。下一个。没钱就别占地方，我还急着报名呢。老师，我真的想念书。说了规定就是规定。下一个。老师，他那份我替他交。你替他交？认识？不认识。我爸说了，能帮人就帮，以后他条件好了多帮别人就行。以后好好念，别辜负这学费。小梅，快点去领课本，晚了没新的。哎，你叫啥？哪个村的？这钱我一定还你。我叫苏小梅，3班的，钱不用还，记得帮穷孩子就行。苏小美，你也是3班的？刚帮你交钱的那个是我们村的，他家养猪的，人特好，之前还帮我垫过5毛钱的公交费呢。他住哪个村？后洼村的，离你们李家庄20里地呢。苏小梅坐李卫国旁边。你就是李卫国啊？刚才报名我帮你垫的钱真不用还啊，别放心上。看你刚才站那半天没吃东西，饿了吧？我妈煮的，香得很。以后一定要出人头地，一定要好好谢他。真的香。李总，我敬您一杯茶。当年咱们班最困难的同学，现在是华东地区知名的沙石集团老板，我们这帮老同学脸上都沾光。李总，我那个小预制件厂最近缺3000吨碎石货源，能不能麻烦您那边帮忙匀点？回头找我助理对接，检测达标就给。李总，我家小子明年东南大学土木系毕业，能不能去您公司实习，年年拿1等奖学金，绝对不给您添麻烦。让他把简历投到公司官方招聘邮箱，我们会统一公平筛选，只要符合要求，肯定有机会。哎，各位，说个事儿，你们还记得苏小梅不？当年3班坐李总旁边的，养猪场老苏家的闺女，当年还是咱们班文艺委员呢。记得啊，当年我冬天摔断腿，她帮我打了整整1个月的饭，人特好。现在咋样啊？当年赵德顺追她追的全校都知道，赵德顺家那时候就开药店，打底厚得很，应该过得不错吧？过得不太好。前几天我感冒，去老巷买布洛芬，撞见他开了个10平米的小诊所。张军，你别这么说人家，小梅当年多好啊！我妈得疾病住院，凑不齐押金，她二话不说就帮我垫了180块。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她现在日子过得紧，连闺女的哮喘药都经常凑不齐。我给了她，她还非要写欠条，性子太倔了。不是嫁给赵德顺了吗？赵德顺现在不是本地的医药大佬吗？怎么混成这样？早离了，听说当年离婚闹得很不愉快，他被净身出户，还背了些债务，执业药师证也被吊销了，诊所申请了好几次，医保顶店都没通过，一直勉强维持着。他的诊所在哪儿？就在老巷口第3间，挂个木牌写着苏大夫诊所。李总，你还记得他呀？要不要我哪天带你过去看看？你们慢吃，我先走。哎，李总，您这刚坐半小时就走啊？班主任在路上呢，说要过来给您敬茶，还有我那砂石场耗材供应的事儿，您之前答应过要考虑的。等你先学会说人话再说。
班主任在路上呢，说要过来给您敬茶。还有我那砂石场耗材供应的事儿，您之前答应过要考虑的。等你先学会说人话再说。李总，回市区酒店还是回沛县分公司？查2个人，第一个苏小梅，92届沛县师范3班的，住址、家庭情况、从业经历，不管多晚，我今晚要核心信息。第二个，她前夫赵德顺，工商信息和主要社会关系一起查。李总，核心资料都齐了。他现在住在哪儿？执业药师证吊销的原因？租住在老巷后面的28平米平房，月租300块。住在老巷后面的28平米平房，月租300块。当年官方通报是售卖假效，但我们查了底，举报人是赵德顺的远房表弟，没有查到任何售假实据，走流程直接吊销的。他之前申请过医保定点吗？连续5年提交了申请，前4次因材料细节问题被要求补整，第5次提交材料后，因系统问题导致审核未通过。后来我们了解到是个别工作人员操作失误，没有严格按照规定流程处理。赵德顺的情况。赵德顺是顺康医药连锁的实际控制人，名下11家连锁药店，覆盖沛县及周边3个县城，是本地医药行业龙头。通过不正当手段拉拢了个别意志不坚定的工作人员，这些人后来都受到了党禁国法的严肃处理。他最近有没有拿什么和我们相关的项目？有。顺康医药上周刚中标我们沛县新园区3000多名员工的年度体检和日常医疗服务项目，服务周期3年，公示期到9月18号，无异议的话下个月就签约。买药啊？要啥？小梅，是我。李卫国，你这大老板咋跑我这小破地方来了？快进来坐，地方小，别嫌脏。我昨天同学会听张军说你在这儿。张军那嘴你也信，天天瞎咧咧。我这挺好的，不用你专门跑一趟。苏小梅，给我拿2盒降压零顶。张婶儿，7块钱一盒，2盒14。咋又涨了1块？上次还13呢。婶儿，进货价涨了5毛，我这1盒就赚5毛，真没多要。你这生意不好做。还行，够我和孩子吃饭。你今天来啥事儿？要是没啥事儿，我得赶紧理货了。一会儿有人买早饭的，顺路就来买药了。我想请你吃个饭，聊聊。不用，我走不开，这店离不了人，我走了谁看店啊？苏小梅，你这第5次医保定点申请的驳回通知，材料不齐，回去吧。刘哥，我上次材料都按要求交齐了呀，还缺啥你跟我说，我补。材料不全，回去补全了再来。哎呀，刘哥你慢走啊。我可以帮你搞定定点的事儿。不用，我自己的事儿我自己能弄，不用你帮忙。当年那点钱我早就没往心里去了，你不用特意过来报恩啥的，我受不起。我不是来报恩的，就是过来看看你。看完了就走吧，我这儿真忙。妈，我昨天的药还剩一点，先喝这个吧，新的等喝完再开。傻孩子，药要按时按量吃，不能省。以后不管多贵，该用就得用。小苏，下次我给你带2斤刚摘的西红柿。不用，你昨天给我的2把青菜还没给钱呢，抵了。先给孩子吃，下次路过再补，别烧出毛病来。李叔叔，我妈不让我跟你说话，说你是大老板，咱们高攀不上。你读几中？2中，本来能考1中的，去年冬天哮喘犯了，住了半个月院，差3分没考上。学费是我妈攒了3个月的诊费凑的，我现在都舍不得买新的辅导书，接同学的来看，自己在整理笔记。刚才那瓶药，你真喝了？就喝了2口，没事的。新的100多一瓶，我妈上次为了给我买瓶新的，吃了半个月的馒头就歇菜，我不想让她花那个钱。我妈来了，我先走了。把苏小梅2006年离婚判决书，赵德顺顺康医药2005到2007年的所有对公对私流水全调出来，越细越好。联系方明律师，让他下午飞过来，律师费按最高标准支付。他需要带多少助手都可以，所有费用全部报销。顺便查下妞妞的学校有没有捐资助学的名额，还有苏小梅最近的就医记录，我要全部的。赵总，你交代的事儿我会按流程办，你放心。李总，这案子稳得很。赵德顺当年做假账的痕迹粗得离谱，而且我们查到他2021年还在偷偷转移当年隐匿的资产到他女儿名下。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诉讼时效从2021年他转移资产时重新计算。我们的起诉符合法律规定。我给你捋几个实锤点。第一，2006年他从苏小梅的私人账户转了300万到他弟的空壳贸易公司，这笔转账备注是货款，但收款公司根本没有实际经营记录。
连一张出货单交易合同都拿不出来，明显有转移资产的嫌疑。第二，他们婚后买的多套核心地段商铺，在几年前被偷偷转到了他弟弟名下，走的是赠与，但是没有苏小梅的签字，完全是违法的。第三，当年离婚官司的资产评估，他报给法院的11家药店货值加设备一共120万，但同期他拿这些资产去银行做抵押贷款，给银行的评估报告是480万，差了4倍，傻子都能看出来有问题。还有苏小梅的执业药师证，2007年被吊销的理由是售卖假药，但我查了当年的举报记录，举报人是赵德顺的远房表弟，没有任何实物证据，只有口头举报，走流程直接就给吊销了。这里面猫腻大得很。现在只要我们把这些证据提交上去，证据链就完整了。我们的主张有充分的法律依据，胜诉的可能性非常大。苏小梅最少能拿回来应得的数千万元共同财产。要是能拿到他这么多年打压苏小梅的证据，还能要相应的精神损害赔偿。缺人缺钱直接说，全给你配。最快多久能立案？材料全的话，下周就能递进去，走涉民生案件的绿色通道，最多3个月能开庭。哎，李总，可算打通你电话了。你昨天同学会说走就走，我找你半天找不到。有事说事。李总，咱俩当年可是穿一条裤子的交情啊，你忘了？高二的时候，咱们俩半夜翻墙去买凉皮，你掉沟里还是我拉你上来的。还有你当年帮我带饭，被食堂阿姨误会，是我帮你解释清楚的。你忘了？我没忘，我还记得你去年找我要砂石货源，我给你的价比市场价低5个点，你转头就掺劣质砂石卖给工地，差点出安全事故。后来被行业协会通报处罚，我没再追究你的责任，已经够意思了。嗨，那都是过去的事了，不提了。我就是听说你今天去苏小梅的诊所了。李总，不是我说你，苏小梅那女人就是个认死理的人，您犯不着为了别人的家务事伤了和气啊。赵德顺在本地有点人脉，医保局、市监局都有认识的人。你新泉区的医疗服务不是他中着标吗？得罪了他，以后你员工看病都麻烦，犯不上啊。消息挺灵通，是赵德顺让你过来探口风的。哪能啊，我这不是关心老同学吗？对了，李总，赵总说了，只要你不管这事儿，他给你公司所有员工的药价打7折，每年能省好几万呢，划算得很。我新泉区的员工医疗服务合同还没正式签约，我已经让采购部终止合作了。你告诉赵德顺，这官司我管定了，让他等着收传票。李总您好，我是赵德顺。久仰李总大名，一直想请您吃饭，都没机会。有事说事儿。李总啊，咱们都是沛县出来的，生意人，抬头不见低头见，犯不着为了别人的家务事儿伤和气，对吧？我知道李总您不差钱，但我也不能让您白跑这一趟。我会给你一笔可观的感谢费，这事儿就算翻篇。还有啊，我听说您最近在跑京台高速沛县段的砂石供应权，我在交通局有几个相熟的朋友，可以帮您递递材料，比您自己跑省事多了。咱们交个朋友，以后有钱一起赚，不比啥强。京海高速沛县段的砂石供应权，我上个月就签完合同了，不用你帮忙。还有，你那笔感谢费留着给自己交律师费吧，我不差那点钱。李总，我劝你三思，我在沛县混了20年，不是好惹的。你要是非要管这事儿，咱们就走着瞧，看谁耗得过谁。李总，刚查到的实锤，张军的银行流水显示，9月10号赵德顺的私人账户给他转了一笔钱，备注是咨询费。我们还查到了他们当天的通话录音，赵德顺明确让他在同学会上试探你的态度。还有，张军的亲表妹就是赵德顺现在的妻子，上个月刚生了2胎。我们问了当时组织同学会的刘建国，这次同学会是张军组织的，他故意在同学会上提苏小梅的事儿，就是赵德顺安排的，专门试探你的态度。如果你不管，赵德顺就彻底放心，不用再防着苏小梅翻案；如果你管，他就提前准备后手对付你。李总，久仰，我弄了点今年的明前龙井，特意请你尝尝。我不喝茶，有话直说。爽快，那我就不绕弯子了。赵德顺赵总是我们协会的副会长，他跟苏小梅那档子事儿，说到底是人家俩的家务事儿。当年法院都判完了，现在翻旧账传出去，咱们沛县的生意人脸上都不好看，你说对吧？他给你什么好处？南边开发区那块商业用地的商混供应资格是他帮你拿的，还是他给你塞了多少现金？李总这话说的，我就是当个和事佬，哪有什么好处啊？赵总说了，只要你撤诉，他愿意把手里3个市政道路的砂石供应权给你，比市场价高3个点，1年多赚几百万不成问题。还有啊，你新园区的医疗服务继续用他的药店，他给你打6折，每年省大几万的成本，稳赚不赔的买卖。我要是不答应呢？李总，
何必敬酒不吃吃罚酒啊？你生意做得大是不错，但在沛县做生意，总要给本地人留点面子。赵总在本地混了20年，人脉比你广，真闹僵了对你没好处。你在沛县的项目这么多，要是有人故意找茬，影响了正常进度，你担误得起吗？你把这些东西递到纪委，你跟赵德顺都得进去。他转移资产行贿的证据，我手里一抓一大把。你确定要趟这趟浑水？李总，你这回去告诉赵德顺，官司他必须打。谁来说情都没用。你要是想跟着他一起完蛋，你就尽管帮他。对了，你公司今年要的市政商魂供应资格，我回去也会正常参与竞标，公平竞争。李总，回公司还是回酒店？回沛县分公司。李总，出事了！说，网上突然冒出来几十篇黑稿，恶意造谣你和苏小梅的关系，歪曲你帮她打官司的初衷，评论区一片乌烟瘴气。你看，现在本地论坛全是水军刷的。意料之中，赵德顺的常规操作。李卫国，你看网上那些东西了吗？他们胡说八道什么啊？这可怎么办啊？没事儿，我已经让人处理了。怎么处理啊？现在全沛县的人都在说闲话，我刚才去买菜，人家都对我指指点点的。不然算了吧，我不打官司了，钱我也不要了，我就安安稳稳开我的诊所就行，我不想再惹事儿了。你怕什么？当年你帮我垫27块钱的时候，你不怕；你帮别人垫医药费的时候，你不怕。现在别人泼你脏水，你就怕了？我不是怕，我是怕影响你生意啊！你现在这么大的老板，被人这么说，对你名声不好，你生意受影响怎么办？你别跟我说这些了，我担不起这个责任。我生意做了30年，靠的是质量和口碑，不是别人说两句就能倒的。你安心开你的诊所，别的事不用管。黑稿我让公关部处理。我已经报警了，警方会加强你们周边的巡逻，我也安排了人协助接送妞妞上下学，确保你们的安全。李总，公关部问要不要发声明辟谣？不用，辟谣跑断腿，没必要跟他们费那个劲儿。继续收集赵德顺售卖过期药、套取医保基金的证据，整理好后全部提交给市监局和医保局，走正规法律渠道处理。明白。对了，给苏小梅的诊所装2个监控，安保人员在巷口值守，别让她出事。还有妞妞的哮喘药，买最新的进口的，找个社区医生送过去，就说医保报销的，不用花钱，别说是我买的。另外，给妞妞办1周的休学，在家由专人照顾，等事情平息了再上学。李总，我刚才在同学群里看见那些消息了，太过分了！赵德顺也太不是东西了。你要是需要人作证，我第一个去。当年苏小梅是什么人，我们都清楚，不可能干那种事儿。行，有需要我找你。还有啊，赵德顺让张军找了几个老同学，说要组个调解团来找你劝和，明天就到，你小心点。哼，让他们来，我还怕他们不来呢。人已经控制住了，警察10分钟到。苏女士，你和孩子没事吧？妈，你别吓我，药在柜台第2个抽屉里。没受伤吧？妞妞有没有事？我们没事，我这店还怎么开啊？附近张婶、王大爷天天来我这儿量血压拿药，我不开了他们怎么办？我让人联系了装修队，3天后就能重新开业。这3天我在旁边临时搭建的帐篷里给大家看诊。把这3个人直接送派出所，查清楚是谁指使的，笔录留好给方律师，加到诉讼证据里。现场所有痕迹拍好照，别乱动。明白。别在这儿待着了，我给你和妞妞订了酒店，先去住几天，安全。我不去，我走了，谁给附近的老人拿药？他们岁数大了，走不动，去大医院，就认我这儿。命重要还是拿药重要？赵德顺现在已经疯了，今天来闹事儿，明天指不定干出啥来。你不为自己想，也为妞妞想想，她才14岁，真出点事儿，你后悔一辈子。妈，我怕咱们走吧。李卫国，算了吧，咱不打官司了，钱我也不要了，我就安安稳稳开个小诊所，能养活我和妞妞就行，我不想闹了，闹不动了。不行，他今天敢来你店里闹事，明天就敢动你人，这事儿不可能就这么算了，必须让他受到法律的制裁。我已经熬了17年了，我真的累了，我只想安安稳稳把妞妞养大。当年他诬告我卖假药，我被拘留调查了15天，最后因为没有证据证明我售假才放出来，出来证被吊销了，诊所被封了半年，我都认了。他欠你的，必须还。还什么还啊？当年我帮你的那27块钱，我本来就没打算要你还，你犯不着为了我搭进去那么多钱，那么多精力。赵德顺他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万一他给你上会站搞破坏，你生意做这么大，犯不着为了我冒这个险，我欠你的够多了。你欠我什么？当年要不是你垫那27块钱，我连名都报不上。
早就回村种地了，说不定跟你哥一样下矿挖煤，哪有今天？我欠你的，他是一辈子还不清。你怎么知道我哥？刚才你说漏嘴了，你哥怎么了？我哥当年跟你一模一样，也是91年考的沛县师范，差28块学费，我爸妈借遍了所有亲戚都借不到。我当时攒了15块嫁妆钱，全给了他，还是差13块。他没办法，辍学去山西挖煤。第2年矿难，永远留在了井下。报名那天，我站在你后面，看你攥着皱巴巴的21块钱，脸憋得通红，站那儿不肯走的样子，跟我哥当年去报名的样子一模一样。我要是不帮你，你说不定也会去挖煤，也会落个那样的下场。我帮你不是因为我心善，是我不想再看见有人跟我哥一样，因为几十块钱把命丢了。我那27块钱不是给你的，是给我哥的。我不需要你报恩，更不需要你为了我跟赵德顺拼命。你赶紧撤诉，就当我从来没帮过你，行不行？那我可不能撤诉了。哥因为28块钱走了，你因为几十万被赵德顺坑得活不下去。要是就这么算了，以后还会有更多人因为没钱没权被人欺负。这官司必须打，不仅为了你，也为了你哥，为了所有被赵德顺这种人坑过的普通人，法律会给我们一个公道的。苏女士，你再仔细想想，2006年之前你们药店的原始流水，你有没有留过配份？赵德顺提交给法院的全是改过的假账，只要能拿到原始手写流水，直接能锤死他。早被赵德顺收走了。当年离婚的时候，他带人抄家，把我所有账本单据全烧了，一点没剩，一点备份都没留。我那时候哪敢呢？他当时放话，我要是敢藏一点东西，就把我闺女抱走。我怕得要死，啥都给他了。妈，你咋把这双破棉鞋带来了？上次我要扔你还不让，说啥鞋底藏着宝贝呢？啥宝贝啊？哦，我咋把这茬忘了？我当年就怕他搞鬼，每天关店之后都偷偷抄一遍流水，抄完就塞鞋底里，塞了半年多。后来离婚的时候忘了，就一直塞在里面。这鞋我舍不得扔，穿了5年，后来穿不了了，就放在衣柜顶，放了17年，我差点忘了这回事儿。就是这个，这就是核心证据。上面的进货记录、营业额和同期银行对空账户流水完全吻合，和赵德善提交的假账差了3倍多，还有他转走那300万的记录也在上面写着。有了这个，证据链就完整了。我们的主张有充分的法律依据，胜诉的可能性非常大。藏了17年，你咋早不拿出来？我早忘了啊！这些年我都不敢想当年的事儿，一想到就心口疼。这鞋我塞在衣柜顶，从来没敢碰过。要不是妞妞翻出来，我这辈子都想不起来还有这东西。苏女士，你这一张纸比我们查3个月的证据都有用。有了这个，不仅能要回应得的共同财产，还能反复赵德顺做伪证、虚假诉讼，让他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真的能赢？我之前打了3次官司，每次都输，我怕啥？这次法官是省里指派的，所有证据链全了，法律是公正的。那我和妞妞会不会有危险啊？她今天能来我店里闹事，明天指不定干出啥来。我不怕，我就怕妞妞出事。我已经报警了，警方会加强你们周边的巡逻，我也安排了人协助接送妞妞上下学，没人能碰她一根头发。明天上午开庭，我陪你们一起去。李总，出事了！咋了？接妞放学的安保打来电话，说下午放学时有可疑人员试图接近妞妞，被安保及时制止，妞妞没受到任何伤害，警方已经介入调查。啥？我妞妞没事吧？没事，苏女士您放心，妞妞现在在酒店大堂，安保陪着呢，一点事儿都没有。嫌疑人一开始拒不承认，但我们在他们的手机里找到了和赵德顺的通话记录和转账记录，证据确凿，他们才不得不供出是赵德顺指使的。警方已经立案了，正在对赵德顺进行布控。吓死我了！幸好没事儿。没事就好。哼，赵德顺这是狗急跳墙了，他越是这样，越说明他心虚。明天的开庭正常进行，这些证据也一并提交法庭，让他罪加一等。好的，李总，我现在就把这些证据整理好，加到诉讼材料里。现在开庭，原告方陈述诉讼请求。审判长，我方将求判令被告赵德顺向原告苏小梅支付婚姻存续期间应得的共同财产及精神损害赔偿共计5000余万元。同时，我方提交新证据，证明被告在2006年离婚诉讼中存在作假账、隐瞒转移共同财产的行为，原审判决应予以撤销。审判长，我方反对，原审判决已经生效17年，早过了诉讼时效。原告提交的所谓新证据真实性存疑，不应被采纳。哦，真实性存疑。
我方提交第一份证据，原告苏小梅手写的2000年至2006年顺康医药原始经营流水，虽然部分字迹模糊，但关键数字清晰可辨，和同期银行对公账户流水完全吻合。而被告当年提交给法院的账目，营业额比真实流水少了整整3倍，属于典型的伪造证据。还有国家级笔迹鉴定机构出具的报告，证明这份流水确实是苏小梅2006年之前手写的，不存在事后伪造的可能。手写的东西算什么证据？说不定是原告为了多分财产，提前几年写好的。银行流水也可以是伪造的。伪造。这是顺康医药2000年到2006年主要上游供货商的出货单存根，每一笔都和流水上的进货记录对得上，12家还在经营的供货商都签了证言。难道这些人都被原告买通了？审判长，我冤枉啊！当年我和苏小梅感情不好，她偷偷攒的流水，就是为了离婚的时候多分财产。那300万转去我弟账户是她自愿借的，有口头约定的。口头约定？请问被告，借款的利率是多少？还款期限是多久？有没有第三人在场作证？这么大一笔钱，你连个借条都没有。还有，你弟的公司当年是个连办公地址都没有的空壳，借300万给他干什么？我乐意借给他，关你屁事儿！不光300万的事儿，这是2006年被告给法院提交的资产评估报告，说顺康医药所有资产加起来只有120万，而同期被告拿着同一批资产去银行抵押贷款，给银行的评估报告是480万，差了4倍。请问被告，这又是怎么回事？评估机构的合理误差而已，很正常。误差4倍。我方还有证据证明，当年做评估的机构负责人收了被告10万块的好处费，故意压低资产价格。负责人已经愿意出庭作证，现在就在庭外等着。还有，我方补充提交证据，昨天被告雇佣人员试图接近原告的女儿妞妞，企图威胁原告撤诉。嫌疑人的口供、转账记录、现场监控都在这里。被告已经涉嫌刑事犯罪，本院已将相关线索移驻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我没有，是你伪造证据陷害我！安静！被告再扰乱法庭秩序，按妨害公务处理。被告方还有没有新的证据要提交？我有话要说。我从沛县师范毕业后，被分配到镇卫生院当校医。2000年，你开第一家10平米的小药店，本钱是我卖了我爸妈留下的养猪场凑的10万块。你当时跪在我面前说，以后赚钱了分我一半，这辈子都不辜负我。2006年，你找了别人，为了把我赶出去做假账，买通人诬告我卖假药，吊销我的执业证，逼我净身出户，还放话我要是敢告你，就把我闺女抱走。我熬了17年，我今天就是要讨回一个公道。我相信法律是公正的。现在休庭，合议庭会议后择日宣判。法警维持法庭秩序。妈，我们赢了吗？我们赢了。苏女士，你放心，现在证据链全的不能再全，判决一定会支持你的合理诉求。赵德顺不光要赔钱，还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再也没法找你麻烦了。谢谢你，方律师。别谢我，要谢就谢李总，他为了这案子，光材料就熬了好几个通宵，比我这个律师上心多了。别哭了，官司赢了该高兴。等判决下来，你就能重新考执业药师证，开你的平价诊所了。这不就是你当年想干的事吗？李总，苏姐，判决下来了，法院支持了我们的全部诉讼请求。赵德顺数罪并罚，判了9年，他名下大部分资产都冻结了，还有部分资产被他转移到了境外。我们正在通过国际司法协助追缴，预计1年内能到账大部分。哦，知道了。苏姐，你咋一点都不激动啊？这可是5000多万啊！你存银行吃利息，1年都有100多万，下半辈子啥都不用干了。激动啥呀？本来就是我和他一起打拼赚的，我只是拿回来属于我自己的东西，又不是白捡的。对了，赵德顺的现任妻子上诉了，高院昨天刚驳回，他转移走的800多万也查出来了，全部要追缴回来，钱肯定能按时到账，不会有岔子。还有，苏姐，你重新考执业药师证的申请已经批了，下个月就能参加考试。钱到账之后打算怎么花？要买房子还是做投资？我帮你找靠谱的理财顾问，稳赚不赔。不买房子，也不理财，我打算开平价连锁诊所，覆盖沛县所有乡镇，低保户、残疾人免挂号费，常用药比连锁药店便宜30%，薄利多销，让老百姓能买得起药。开诊所？苏姐，你现在这么有钱，干嘛还要干这个？开诊所累得要死，还赚不了多少钱。你随便做点投资都比这个赚得多啊！我干了一辈子大夫，别的也不会。当年我读师范，本来就是想当校医，帮穷人家的孩子看病。后来开药店，也是想让大家少花点冤枉钱。现在有钱了，刚好能实现。还有，我要建一个苏北哮喘儿童公益基金，免费给贫困家庭的哮喘孩子供进口药，不能让他们跟妞妞一样，因为舍不得钱而耽误治疗。行，我支持你，我会安排专业人员协助你准备所有材料，按照正规流程提交申请，不会再出现之前的问题，不用你出钱。 5000多万够我开几10家诊所了，
钱我够花，你要是真帮我，就帮我牵线，联系一些靠谱的医生护士就行。放心，医生护士我帮你招，都是靠谱的人。1年后，老巷口的新诊所开业，首批5家诊所同步开业，其余22家将在未来2年内陆续建成。小苏，恭喜啊！你这新诊所真亮堂，比之前的破屋子强100倍。张婶，你快坐，今天开业，所有药打8折，你要啥我给你拿。我拿2盒降压0号，给你算3块钱1盒，比之前还便宜2块。小苏啊，我是低保户，没有医保，你这真的免挂号费？真的，不仅免挂号费，常用药都给你按成本价拿，不会赚你1分钱。哎呀，你真是好人呐！之前我去连锁药店买降压药，1盒要10块，你这3块，1年能省我好几百块。小苏，恭喜开业！当年我家老头闹出血，你半夜上门给他打针，1分钱都没要，我一直记着呢。那都是应该的。王姐，当年我闺女哮喘住院，你借了我3000块钱，我一直记着。这是2万块，连本带息，你拿着。哎呀，你这孩子，我当年就说不用还了，你现在开诊所需要钱，我哪能要你的钱啊？必须要，我这人这辈子不欠别人人情，当年你帮我救急，我必须还。你要是不收，以后我就不卖你药了。你这孩子太实在了。苏姐，你这么干真的赚不到多少钱啊？昨天那个低保户大爷拿了50块钱的药，你只收了10块，还有那个残疾人来拿药，你直接按成本价给的，这么下去咱们利润会很低的。没事的，当年我最穷的时候，街坊邻居帮我的时候，也没跟我算过钱。现在我有钱了，能帮一把是一把。我会通过集中采购、优化管理、控制成本，实在有缺口，我再适当补贴，不会让诊所一直亏的。妈，李叔叔，我中考成绩出来了，全市第7。我闺女真厉害，想报哪个学校啊？我报了省医科大学的临床医学本硕连读，我以后也要当医生，跟妈一样给穷人看病。好，有志气，学费我包了，考上了给你包个大红包。李叔叔，我问你个事儿。啥事儿啊？你说。我能不能认你当干爹啊？我长这么大从来没感受过父爱，你这么好，帮我和我妈这么多，我想认你当干爹，以后我挣钱了也孝顺你，行不行？刚摘的，脆甜，你和妞妞尝尝。你咋有空过来？你那12个商混站最近不是忙京北高速的供应吗？我前几天看新闻说你捐了钱给沛县的乡村小学建教学楼。新闻瞎吹的，就建了8栋，没那么多。你们俩一个捐钱建学校，一个开平价诊所救穷人，真是天生的好人。我家孙子今年考师范，还是李总你那个公益基金给的助学金，不然我们家哪供得起啊？都是应该的，孩子好好读书就行，不用谢。你今年又资助了多少学生？300多个，都是苏北各县的农村孩子，凑不起学费的，从初中到大学全管。跟你那哮喘基金比差远了，你这3年都资助100多个孩子了，全免费供进口药。我上次听你说还有山东、安徽的家长特意带孩子过来领药。都是手头不宽裕的孩子，能帮一点是一点。你看上面刚批下来，我这老巷口的总店可以开通医保结算了，其余26家分店的申请正在审核，预计半年内会陆续获批。以后低保户来买药，直接走医保报销，我再补点，几乎不用花钱。厉害！当年你连续5年申请都没通过，现在不光批了，还让你做县域医保定点的试点，也算熬出头了。熬啥啊？要不是你帮我把那些违规操作都清了，我哪能这么顺利？你看妞妞刚寄回来的国家1等奖奖学金8000块，她暑假去贵州山区义诊，还给我带了当地的蜡染布，说给我做围裙。这孩子有出息，比你我都强。那是，也不看是谁闺女。哦，对了，之前你说那个当年跟我哥一样凑不齐学费，差点辍学的孩子，今年是不是考上大学了？是啊，考的中国矿业大学，学采矿工程，说以后要下矿搞安全研究，不让矿难再死人。上次他过来给我送了一筐家里种的红薯，跟我当年揣的那个一样，硬得硌牙。我哥要是能活到现在，说不定也能看到现在的日子。是啊，当年你垫给我的那27块钱，换了现在几百个孩子能读上书，值了。对了，有个事儿我跟你提了好几次了，你考虑的咋样了？我那公益基金想请你当名誉理事长，平时不用坐班，主要是参与公益活动，给孩子们做健康讲座，1年给你开10万劳务报酬。我不去，我这诊所都忙不过来，哪有空管那事儿？再说我也不需要那点钱，你那基金干的是好事儿，我私下捐钱就行，挂名就算了。就知道你会拒绝。对了，你当年是不是说过，等我混好了要请我吃顿好的？我啥时候说过？我咋不记得？你别讹我啊！31年前报名处你给我垫了27块钱，说以后我混好了请你吃顿好的，你忘了？我可记了31年，
欠了我31年了，该还了吧？哦，好像是有这么回事儿。行吧，你说吃啥？海鲜大酒楼还是5星级酒店？我现在有钱，随便点。我不吃那玩意儿，腻得慌，就去你家吃。你做的地锅鸡多放辣，再蒸2个玉米面窝头，就着你腌的萝卜条，跟当年我去报名揣的那个一样。就吃这个？你现在这么大的老板，就吃窝头就萝卜条，说出去别人都不信。别的我都不爱吃，就爱吃这个。当年你给我那煮鸡蛋，我揣了3天都舍不得吃。现在啥山珍海味都没那个香。李叔叔好，苏阿姨好。我妈让我给你们送点鸡蛋，谢谢你们当年给我凑的学费。我现在考进沛县师范了，以后要当老师，跟你们一样帮穷人。快坐，快坐，好好读书。以后要是学费不够，就跟阿姨说，阿姨给你出。你看，跟当年的你一模一样，腰板挺得笔直，眼里有光。是啊，善意都是传下去的。对了，我明天下午过来，你别忘了多放辣。我上次吃你做的地锅鸡，辣得冒汗，够劲儿。忘不了。对了，明天妞妞也回来，她说要给你看她的义诊报告，还有她给你带的贵州的酒，说你爱喝2口。行，我等着。对了，我上个月把后湾村你哥当年住的老房子翻修了，弄了个乡村读书点，放了2万多本书，找了个退休老师看着，村里的孩子放学了就可以去看书，不用钱。谢谢你，李卫国。谢啥？当年你帮我的时候也没让我谢。我走了，明天下午准点到。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落在铺满梧桐叶的地上，暖乎乎的。31年前他垫出去的27块钱，换了几百个孩子能读书，换了上百个哮喘孩子能吃药，让更多像当年他们一样的孩子不再因为几10块钱而错失改变命运的机会，值了。